美国权威近日说出了长寿秘方，6种食物组合，可谓健康寿命加码。这份长寿食物排行榜让人惊呼不已，鱼类竟然只排在第3位，而第1名则彻底打破常规。这究竟是官宣消息，还是精心制造的新闻噱头？我们带你通过生动的纪录片式叙事，一起来揭晓每一种长寿食物背后的秘密故事。人类长寿的基因到底占多少比重？丹麦双胞胎研究指出，人的寿命只有约20%由基因决定，约80%由生活方式决定。换言之，想活得更久，靠的不是神秘魔法，而是穿衣起居的生活细节，特别是餐桌上的菜谱。美国官方数据显示，健康的饮食模式让人更长寿，这直接印证了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因此，美国疾控中心及营养学界不断鼓吹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坚果和鱼肉，尽量少碰精致粮食和加工肉类。于是，一个官方勾兑的长寿食物组合终于浮出水面。下面，我们将逐一揭晓这6大食物，每一种都附带科学依据、典型吃法和鲜活案例，带你领略戏剧化却真实的长寿之道。第6名，全谷物，粗粮里的健康密码。想象这样一幕：清晨的厨房里，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大碗热腾腾的燕麦粥和紫米粥香气四溢，米饭不是精白的，而是杂粮、糙米、红薯粥和全麦面包。这样的早餐正是全谷物 （whole grains） 爱好者的标配。全谷物包括糙米、燕麦、小麦胚芽、荞麦、玉米等，它们保留了谷粒的麸皮和胚芽，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和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促进肠道蠕动，预防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科学研究反复证明，摄入足够的全谷物可显著降低全因死亡率。例如，营养学综述指出，高摄入全谷物、蔬菜、水果、坚果和咖啡与较低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这意味着经常把全谷物作为主食，寿命更有望延长。纽约时报和权威营养研究也报道，相比白面包、全麦面包、燕麦和糙米的食用者，糖尿病和心脏病风险更低。著名的全寿命模型研究模拟显示，提高全谷物摄入是让人延寿的关键途径之一。典型吃法，全谷物的魅力在于多样。中国人习惯早餐喝燕麦粥或杂粮粥，午餐吃糙米饭或糙米炒菜，西方人则用全麦面包三明治或早餐麦片 whole grain cereal。烘焙爱好者甚至会用全麦面粉做馒头或面包。每周几次的全谷物膳食就能让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摄入充分满足。美食媒体和营养专家建议，每天3餐至少1餐，以全谷物代替精致米面，比如换成燕麦、玉米粥或粗粮馒头。这样不仅口感多层次，还有益于心血管和代谢健康。科学支持，一份2017年的饮食寿命模型研究表明，将典型西方饮食调整为最优饮食后，年轻人平均寿命可增加10年以上。其中，全谷物、豆类和坚果的增加对延寿作用最大。简单说，就是多吃粗粮能给你返老还童几率。权威综述进一步指出，富含全谷物的地中海式或高品质饮食模式与更低的死亡率密切相关。真实案例，蓝区、长寿地区的长寿老人通常离不开全谷物，比如意大利撒丁岛老人午餐必吃的全麦面包，希腊伊卡利亚人早餐的一碗燕麦粥都是以全谷物为主的食谱。在美国加州的蓝区洛马林达，100岁老人的饮食更是严格按照植物性原则来吃，他们的早餐常常是燕麦与坚果粥，午餐则有全麦面包或杂粮饭。事实上，洛马林达信徒所信奉的圣经饮食中就强调全谷物，他们吃的是以全麦面包、燕麦和杂粮为主的纯素饮食。这些实例告诉我们，把全谷物融入日常，无形中就为健康加了分。核心营养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镁等有助稳定血糖和促进肠道健康。益处，定期食用全谷物能降低慢性病风险，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典型做法，早餐燕麦粥、全麦面包、糙米饭，也可选用全谷物面条、糯米、糙米粉等变换花样。第5名，蔬菜及水果。
万物清新的长寿力量。当我说长寿秘诀其实都藏在绿色蔬菜里，可能你会大吃一惊。叶菜、胡萝卜、甜椒看起来并不起眼，怎能登上榜单？但科学数据和长寿地区的饮食习惯都给出了肯定答复。蔬菜和水果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能保护细胞免受损伤，是长寿的天然守护神。早在官方报告中就提到，健康饮食模式应强调水果和蔬菜。营养专家说，每顿主餐保证半盘是各色蔬菜，加上一份水果，是最简单有效的长寿饮食法。研究发现，高摄入蔬菜和水果的人，全因死亡风险显著降低。举例来说，日本冲绳老人爱吃红薯、胡萝卜和绿色蔬菜，以此提供充足抗氧化剂。意大利撒丁岛老人则餐餐有番茄、洋葱和叶菜，维持血管健康。而蓝区伊卡利亚岛的饮食中，几乎每顿饭都有蔬菜和豆类的盘子。美国疾控中心也强调，均衡饮食要多样化摄入蔬菜水果，这不仅能降低心血管病风险，也让免疫力和肠道都受益。典型吃法，各国都有把蔬菜当主角的传统菜肴。中餐的清炒菠菜、蒜蓉西兰花，西餐的蔬菜沙拉、炖蔬菜汤，地中海饮食中的番茄黄瓜、色拉与橄榄油拌菜，还有水果，蓝莓、草莓等浆果类和柑橘类水果也是抗氧化能手。摄取充足蔬果的秘诀就是彩虹饮食，吃越多颜色丰富的蔬果越好，比如红椒、黄瓜、紫甘蓝、绿菜花，每天至少5份，约400克，才能保证营养摄入。晚餐时来份生拌沙拉或炖菜，加点切片番茄和橄榄油，是很多长寿地区的习惯。科学支持，营养学综述表明，高蔬菜水果摄入者的死亡率明显降低。具体到生理机制，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 C、E 和各种植化素可以抑制慢性发炎，清除自由基，保护血管和细胞。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模型研究中，水果、蔬菜和鱼类带来了实质性的寿命增益。换句话说，如果你的餐桌上缺少了蔬菜，就错过了把寿命往前推的机会。真实案例，著名的蓝区丹麦研究中提到，世界长寿村的老人几乎天天吃蔬菜。例如，希腊伊卡利亚岛老人每日3餐都配有大量蔬菜，甚至连零食都是水果或蔬菜片。在美国加州洛马林达，95岁的老外科医生 Ellsworth Wareham 依然每天吃蔬菜沙拉。105岁的 Marge 女士每餐必有蔬菜粥。营养顾问指出，长青老人往往偏爱全食物和植物为主的饮食，蔬菜自然成为餐桌主角。核心营养素、维生素、ACK、膳食纤维、植物化合物如类黄酮等，有助抗炎、抗氧化。益处：多吃蔬果可显著降低癌症、心脏病和糖尿病风险，同时提供饱腹感，利于体重控制。典型做法，在沙拉、汤、主菜中多加入不同蔬菜，用水果当甜品或零食。蓝区常吃的番茄沙拉、菠菜汤就是很好的范例。第4名，坚果，小小身躯的大能量。说到长寿小吃，很多人会想起坚果碗、核桃、杏仁、腰果、榛子，一把香脆的坚果，口感令人满足。虽然坚果热量不低，但是它们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纤维、维生素 E 和矿物质，被营养专家称为营养炸弹。研究显示，适量吃坚果能显著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和炎症风险。哈佛大学对24万人口的研究发现，每周至少吃1份坚果的人，比从不吃坚果的人寿命更长，死亡风险更低。生理学上，坚果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欧米伽负3脂肪酸能够保护血管内壁，促进血液流动，降低坏胆固醇。丰富的维生素 E 有助延缓细胞衰老。中国医生强调，坚果是天然的营养库，每天一把坚果几乎成了长寿的代名词。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每周至少吃几次混合坚果，能带来抗氧化和抗炎的健康效应。典型吃法，坚果最简单的吃法就是零食直接吃，但也可以拌到早餐粥里，撒在沙拉上和酸奶搭配。西方人早餐常会在燕麦或酸奶中撒上一把巴西坚果和干果，增加香味和营养。亚洲菜肴中，花生米、腰果、
炒鸡丁也很受欢迎。只要烹饪时不加太多盐和糖，就是健康的一餐。许多长寿老人在下午茶时间会享受一小碟坚果，作为提神和抗衰老的零嘴。科学支持，权威模拟研究指出，增加坚果摄入是让西方典型饮食更健康的关键之一。模型显示，一个20岁青年只要每天额外吃一小把坚果，约25克，就能延寿1年以上。除此之外，营养综述也强调高摄入坚果与降低死亡风险相关。简言之，把坚果当常备食品，能够在不经意间积累健康值。真实案例，美国加州洛马林达的长寿老人里，不少人都爱吃坚果。蓝区研究指出，这里的第7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喜食各种坚果，他们早餐的麦片里必加一把胡桃或杏仁，午后点心来一小碗核桃仁。还有一个传奇人物，95岁的心脏外科医生 Wareham， 至今每天都吃一把混合坚果，相信这是他健康的秘密之一。这些平凡却滋味十足的坚果零食，就是他们长寿饮食不可或缺的一环。核心营养素、单不饱和脂肪酸、Omega-3脂肪酸、维生素 E、镁等。益处：帮助维持心血管健康，抗炎、抗氧化，还能让人更有饱腹感，控制体重。典型做法：每天少量，约一小把，干吃或加到餐点里，比如酸奶坚果杯、拌沙拉的瓜子、榛子、炒菜的腰果仁等。第3名，深海鱼类，优质蛋白与欧米伽的泉源。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要说，鱼类营养好，长寿专家总说要多吃鱼吧。确实，鱼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健康食品，尤其是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深海鱼，鲑鱼、金枪鱼、沙丁鱼、鳕鱼等，都是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寿命卫士。柳叶刀报告和多个医学期刊指出，经常吃鱼的人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明显降低，这得益于鱼油中的 EPA 和 DHA 能抗炎、稳血压。我们榜单里鱼排在第3，说明虽然重要，还有更奇特的长寿食物名列前茅，但这丝毫不减鱼的宝贵地位。典型吃法，各国海滨的饮食习惯都少不了鱼。地中海国家喜欢烤鱼、橄榄油煮鱼，日本人习惯生鱼片和酱油佐餐，中国南方喜欢蒸鱼、煮鱼汤。有研究表明，每周吃2-3次鱼就能获得显著健康收益。美国心脏协会建议，用鱼类替代部分红肉是延年益寿的好策略。金枪鱼罐头、三文鱼罐头也方便日常食用，可以做三明治或沙拉。科学支持，营养模型研究中提到，水果、蔬菜和鱼类对寿命都有实质性正面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一般人已经吃了不少鱼，但每再增加一点摄入，仍会带来可观的寿命增益。例如，对于20岁美国人来说，每周额外增加125克鱼摄入，模型显示可再延寿超过1年。医学期刊也多次报道，吃鱼能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发作，甚至某些癌症的概率。换句话说，鱼肉中那些不饱和脂肪酸是不可或缺的营养英雄。真实案例，世界蓝区的海边居民以鱼为食已久。日本冲绳的老人日常菜单里包括金枪鱼、石斑、煎鱼干等。意大利撒丁岛的居民也常吃烤海鱼和鱼汤。有一个真实故事，一个日本渔夫98岁了，每餐都要吃海鱼。他笑言，我把海带汤换汤，活到现在。类似的案例虽然听起来传奇，但背后反映的是数据，吃鱼的社区总是健康指标更好。上的长寿故事中，伊卡利亚岛人以地中海鱼为来源加蔬菜、橄榄油，生活质量远超平均水平。可以说，深海鱼类为寿命加分，是3高人群的天然救星。核心营养素、优质蛋白质、欧米伽3脂肪酸、EPA、DHA、维生素 D。益处：降低血液炎症，保护心脑血管，对大脑功能也有益处，可预防老年痴呆。典型做法：每周2-3次鱼类料理，如蒸鲈鱼、西餐烤三文鱼、日式生鱼片、鱼汤面等，可用罐头鱼简单代替部分餐肉。第2名，豆类、豆制品，植物蛋白的长寿支柱。说到长寿饮食，素食2字常常浮现脑海。蓝区研究者指出，
豆类、豆腐及各种豆制品几乎贯穿所有长寿村的饮食版图。这一类食物的功能非常多元，它们富含植物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同时低脂肪、零胆固醇，是理想的心脏健康食品。科学家们发现，吃豆类与降低心血管病、糖尿病和某些癌症风险密切相关。典型吃法：豆类的吃法丰富多彩，中式有豆腐、黄豆汤、凉拌绿豆；西式有鹰嘴豆泥、hummus、豆子汤和沙拉；日式有纳豆、煨汤。很多地方用豆类代替，部分肉类。早餐加1勺黄豆粉，午餐来份八宝粥，晚餐1盘红烧豆腐。美国营养专家建议，每周至少吃3到4次豆类或豆制品。有些人甚至终身保持几乎纯素饮食，就是靠各种豆类提供优质蛋白。科学支持，模型研究表明，多吃豆类能带来显著寿命增益，是提高健康寿命的头号因素之一。例如，把豆类摄入从典型饮食的0提升到每天1大杯，模型估计就能为20岁者增寿1年以上。而且豆类独特的低脂高蛋白配比还能降低 IGF-1 和炎症水平，被认为是抗老化的机制之一。欧洲营养学会综述中也特别提到，日常膳食强调植物基蛋白，如豆类，对延长寿命大有帮助。真实案例，在蓝区 Loma Linda， 美国的阿德文蒂斯社区，很多人习惯完全不吃肉，豆类成了蛋白质首选。当地100岁老教士常说，豆腐是上帝的赐予，让我无数次度过病痛。在中国台湾屏东的长寿村，老人们天天喝黄豆汤，吃豆干。哥斯达黎加的多洛雷斯地区，农家早餐必有黑豆和青豆。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让豆类成为了无声的健康卫士。正如一篇美国健康杂志总结，世界上最长寿的群体几乎都把豆类当主食。参见蓝区和其他研究。核心营养素、植物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 B、钾和镁等。益处：低脂肪、无胆固醇，有助控制血压、降血脂，饱腹感强，利于体重管理。典型做法：豆腐汤、豆浆、豆类炖菜、豆泥、素肉、豆制成等。例如，午餐1份红烧豆腐，晚餐1碗扁豆汤，既满足味蕾又补充营养。第1名，咖啡，惊人却靠谱的长寿提神饮料。终于到了最让人意外的一项，咖啡。这或许让很多长寿养生专家跌破眼镜。香醇提神的咖啡如何能排到第一？但多项大规模研究表明，每日适量饮用咖啡与寿命延长正相关。美国 NIH、ALPPS 和哈佛大学的队列研究发现，喝咖啡的人总体死亡率低于不喝咖啡的人，而且心血管病、糖尿病、帕金森病等发病率也更低。咖啡富含抗氧化物、咖啡因、多酚等化合物，这些物质可以减轻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被认为对健康有多重好处。典型吃法：我们祖宗辈对咖啡或许不熟悉，但现代生活离不开它。1天2杯现磨黑咖啡，加点牛奶也行，是许多人的早餐标配。意式咖啡、拿铁、卡布奇诺，各种花式都有他们的拥趸。即便是红茶控，适量加一点咖啡替代，也能带来提神抗氧化的额外好处。只是要注意不要太晚喝，以免影响睡眠。科学支持，营养综述总结指出，高摄入咖啡与降低全因死亡风险关联明显。通俗地说，饮用咖啡能让你心脏更健康，神经系统更活跃。研究估计，每天喝2-3杯咖啡的人群，死亡率比不喝咖啡的人降低 10% 到 15%。另外，科学家还观察到，长期饮用咖啡与更低的糖尿病和中风风险相关。虽然咖啡不是神仙饮料，但充足的证据表明，它肯定不是缩寿饮料。真实案例：咖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健康食品，但是有趣的数据来自欧洲的一些长寿聚居地，比如瑞士的部分地区，人均咖啡消耗量很高，当地居民平均寿命也是世界领先水平。德国康复研究还发现，一位100岁老人每天的药丸就是定量的慢煮黑咖啡，他笑称这是自己长命的秘诀。此外，美国的加州蓝区居民早餐常常会喝一杯咖啡配燕麦粥。这些间接案例暗示，
咖啡可能以其独特的抗氧化成分，在不知不觉间成为长寿的神秘推手。核心成分：咖啡因、多酚类、抗氧化剂、维生素 B 族等。益处：提神醒脑，加速新陈代谢，抗氧化抗炎，有助预防多种慢性病。典型做法：每天2-3杯优质现磨咖啡，黑咖啡或少加牛奶最佳，可以早晨和上午各1杯，避免睡前饮用。还可选择绿色抹茶或茶类适量替代，综合摄入多种抗氧化物。总结：细节成就寿命。这份官方公布的6大长寿食物榜单，总结了全球健康长寿研究的精髓，以植物性食物为基石，如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坚果，搭配优质动物蛋白，如鱼类和适量兴奋剂、咖啡，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强调，这些食物都是健康饮食指南中的常客。透过戏剧化的叙事，我们看到的是真实无误的科学事实。吃对食物，每一天都在悄悄延长寿命。想象镜头拉远，在洛马林达的蔬菜园里，白发老教授亲手采摘番茄；在地中海海边，一对老夫妇在阳光下享受烤鱼和橄榄油沙拉；在都市早晨，一位白领悠闲地啜着卡布奇诺，办公桌旁放着一碗燕麦粥和几颗杏仁。这些场景虽然日常，却蕴含着长寿的秘密。小小日常的饮食选择，正是我们能掌握的生命速度调节器。下次走进超市和餐厅，别忘记，科学已经给出了明确提示，让我们用这些长寿食物武装餐盘，给未来的自己添寿吧。参考资料：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顶级营养期刊的相关综述与研究证明了以上结论。调整饮食，从今天开始，对你的健康未来或许就是一个大大的加分项。